如果你问大强老师变形金刚5这条产品线有哪款产品你觉得做的最好的，那大强老师将会毫不犹豫的拿出这一款变形金刚5 V 级别的探长。在我看来，这个模具是完完全全有资格放到旧3部曲里跟老物进行 battle 的，更不要说它的设计和造型完成度实际还蛮高的。那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小子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其实今天这期也算是好价好物推荐时间了，只不过你现在去搜这个，你现在去搜这个变5探长有点就盗版有点多，但我又不太会鉴定这个盗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聊。那在电影中出现的探长呢，变形金刚4的载具是一辆好似那个运输车一样的东西，反正武器都在两边挂着嘛。到了变5之后呢，就变成了一辆拖车，我感觉变4那个也算是拖车，就反正就是变成了一辆这么个玩意儿。那在电影中呢，它的武器配件啊，就你看到的这个什么导弹发射器啊、防空导弹架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有没有董哥说一下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就是这一套组合的东西在电影里，我只印象里我就记得开头的时候出现过，它甚至还不是直接插到这上面的，是有一个棚子一样的东西插到那个上面的。然后变了个形之后，对的，变了个形之后，这个探长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就把这个东西往自己的身体里面一收，往后一整部电影里都没这个逼玩意了。所以这个武器组还挺尴尬的。而现实就是这个武器组的存在还真就特别尴尬，因为在电影中探长变完形之后是直接沿用的变4的武器配件，所以这一套就不知道去哪里去了，以至于在变5探长刚出的时候被很多粉丝去喷去攻击说你这给我这一堆东西有什么用啊，老子要变4的配件。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还饱受诟病不过后续呢，官方也是推出了那个 MB 的限定版本，他给了一套变4的武器，还给了还原电影中的那个拖车壳，相当于收纳武器的这个武器响马一个壳子，绿色的壳子，也算是圆了大家的一个梦了。只不过那个 MB 卖的有点贵，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然后我们把目光放回玩具本身车呢就是一辆军事载具细节还可以，但是这种合缝也确实很多，很明显。没有用透明件，是选择做了拿深蓝色来做这个车窗，整个玩具看起来还是比较素的，就是绿，多少有一点点涂装。值得称赞的就是轮子好歹上了点那种沙土黄色，别的就没啥了。所以咱们直接开始变形。我操，光顾着第一时间做视频了，这玩意儿怎么变来的？坏了，每一次播老东西总是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先把这里给它抬开完之后呢，去把这里应该是这里去给它挪开OK， 没毛病。就把这里手臂给它挪开完之后，我记得这个零件也是要变的，稍等我看看怎么变来的。坏了，这些小丑居然是我自己的。我看一下它是往后是翻开还是掰开来的？我们先把脑袋在这里。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零件怎么动呢？有个卡扣，稍等。OK， 找着了，在这里把它往上，把卡扣解锁开，往上推，然后把它往后翻。好，懂了，兄弟，全懂了，我已经想起来了。OK， 把这里往后翻完之后，这个手臂部分就可以整个的挪上去了。那么当我的记忆已经归位之后，我想起来一个事，那就是这一款探长是一个变形简单而且极其精妙的设计。它这套设计思路不仅变形很流畅很简单，而且他妈的造型保的还挺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脚做的不是很还原，我们等一下变到脚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那个脚没有做到电影里面把一个轮子并成中间大两边小的那个脚趾的造型稍许遗憾，不过问题不大。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转到位，然后这边那个很标志性的这个导弹一样的，这算是肩甲还是小臂甲，有点像那种 coser 上个世纪美国那种英雄主义电影里是吧，那些什么大兵超级英雄是吧，给自己肩膀上搞点那种子弹啥的，他这就直接换成大号的弹药了。接下来应该是把这里一挪，给它挪开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掰开了？好，掰开了。掰开完之后怎么搞来的？脚的变形我记得特别简单我们先把这个车头零件给它翻上去，然后把这个零件我看看是先挪哪个来的？
哦，对，这个零件也要往后翻。好，这个车头和这个零件都往后翻。翻完之后，我们去抠这个边边，这个我的指甲我的指甲，好紧，哇，好紧！去抠这个边边啊，非常紧。我们把它抠出来。我需要借用一些工具，好紧。OK， 好，掰开了。好，掰开完之后裂了6。喜欢我们孩之宝的多边形轴吧？它裂了6，太对了，兄弟！没想到当年没坏，放到现在好长时间不玩，给你玩坏了6，那我没话说。然后把这个轮子翻转下来之后，在这里有一个开的地方，我们把它掰开啊，很紧，不过问题不大。然后这里给它扣上，扣之前是要确认一下，你需要把这个腿掰，你需要把这个听见一声咔一声把它掰到位之后，这个零件才能塞进去，那这一只脚就算是变形完成了。讲道理，兄弟，这个脚的还原度就挺糟糕的，它这里做的不是很还原，不过只能说无伤大雅了。跟这个模具的优点比起来，这个还是完完全全能接受的小问题。你可以买个配件包什么的去修补一下，当然我觉得这样子还挺好的，是吧？因为可能明年或者今年就有可能看到这个 SS 重新洗牌的探长的造型了当然我希望他做的是变5而不是变4，我不太喜欢变4那个载具。来吧，最后一步就是把这里这个东西给它怎么回事？怎么掰不开哦？怎么推不进去啊？对吧？好紧，总算推进去了。还就是那个处子之身这一块的很紧了。这玩意儿怎么长得像 JD Vance？ 我操，把胡子去了，长得像那个 JD Vance 的大肥脸，我是。所以这个玩具在美国会不会涨价？因为它像美国的副总统，所以这个玩具备受美国玩家追捧，最后都来国内收二手玩具了，是吧？一个玩具建议卖$500啊，卖少了感觉有点对不起他们副总统这个名号。那我们把镜头调整一下，把这个玩具往后放。等一下，镜头没调整好，还是不够高，再把它拽起来。好，那 OK， 兄弟们，这款变5的探长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可以看到这个人形的还原度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就属于不管是当年还是放到现在，就这东西往桌子上一放，全对，兄弟，脑袋大，四肢短，肚子大，全都对上了，就是这个造型。你硬要我挑哪里不太对劲，就是这个肚子还是不够大，它应该再拉一个那种，就类似于SS34威震天给那个披风一样的，叭一下披到他这个肚子上面，更肥更大的肚子，全对，兄弟。那这个原班的配件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我们说一下，就它这个武器配件呢，是身上给了很多这样的插槽，然后目前来说，你就是把这东西拿到手上当马枪，反正电影里面没用过这玩意儿，很糟糕，很丑，因为电影里直接用的是变4的那一套武器配件，就很蛋疼。那我们先离近一下看一下这个配件吧，反正也用不上了。2把小枪都是3管炮。单独拎出来其实造型还行，但是旁边呢给你去相当于拓展的这个5毫米的凸起实在是太难看了。然后另外呢是2把大枪，然后这个大枪呢也很尴尬，因为握持的方法是这样握持，所以你会得到一个造型说不上来的双管炮。如果是竖着拿可能会好看一点，但是它这样横着拿实在是蛮丑的。水波纹整个就是灰色塑料，水波纹细节肉肉的该有的空洞都有，正宗孩之宝玩具。还好我这里随手是还留了点那个变4探长的武器我们就拿出来这个武器往手上一插，虽然说这加特林做的也不怎么地吧，但至少对味了，是不是？就往这嘎吱窝里一夹，孩子们，我是探长，对，就这个角度全对，兄弟，味道都对上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探长身上是给了非常多。甚至于全收纳变4时期的武器配件的这么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凹槽对，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可以扣那个变4探长给的那个小枪，然后剩下的武器配件呢，就比如说腿这里腿，它给的这些小的这种凸起是用来扣那些变4的那些那种喷子还有一个不知道是热熔手炮一样的，就反正它上面会有一点点。那个灰色的圆凸起的那些枪都可以扣到这里。还有什么呢？就是背上这些5毫米插口了
尽其所能，你想插点什么插点什么。所以作为武器专家来说，这个角色的特征还是抓得非常死的，就很优秀的玩具，值得购买。那 OK 兄弟们，接下来离近一点看看造型和可动吧。反正那些武器配件都是变四探长给的，变五又不给。脑袋方面呢，就是我说的还原度挺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时隔这么多年，2026年大汉老师看到这张脸，第一时间想到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头上呢顶了一个神秘白色圆圈，我不清楚是不是官方蓝的涂装还是怎么着的。黑曼巴是给了一个红十字会的那个十字标，我当时是为了那个就为了他那个铁脑壳，我专门买了那个黑曼巴稍等，他好像就在我后面。孩子们，你在哪儿？黑曼巴哦，不是曼巴黑啊，曼巴黑让我丢掉了，是你 MB 探长来了，兄弟来了。他手上甚至拿的还是那个之前收50包邮收那个，哎呀，算了，脚都不知道掉哪儿去了。来了，兄弟 MB 探长，我专门买了那个铁脑袋壳去配这个 MB 探长，这是黑曼巴的那个头盔，对吧？看着多攒劲儿，对不对？那这个原版的头盔做了就很蛋疼，就是一个塑料带一个神秘白色大太阳，怪得很。胡子的话就是还原的电影哦，对，忘说了，这个脑壳呢可以拽下来啊，脑壳可以拽下来，这是挺好的一个设计玩法。然后胡子的话就是银色涂装上了一些灰色的漆吧，反正效果还不错，虽然有点糊，不过神韵都有，包括这个蓝眼睛嘴什么的。比较遗憾的是，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官方探长都没有带那个雪茄啊，很可惜。然后胸口这里啊，对，忘说了，就变四探长的刀还是什么的，好像能收纳到胸口，但具体插哪儿我给忘了，坏了，我还真给忘了，我就记得他这个胸口也能收纳那个武器，想不起来了，算了。那这里可以看到手雷，这应该是那种闪光弹一类的东西吧，反正细节刻画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涂装太少了，看起来有点不自然，就整个玩具就是纯绿色，带点涂装，带点灰色塑料没了啊！它甚至还用了2种颜色的绿，一种可能是关节的问题吧，这里可能是尼龙剑，看起来会像绿豆沙，然后其他的地方看起来就是那种迷彩绿。裤裆这里就是一个这地方怎么说呢？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确实是这个样子，它很还原。就是这个装弹夹的是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专门给你做的这种细节，软塌塌的细节做的很到位。但是这个配件啊，影响可动，就这个配件两边包括这个腿上影响可动的，腰转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怪不自然。这是很少有大强老师希望腰转的位置是在裤裆而非是在正腰部的这个玩具，因为这个玩意儿转起来真的有点怪，但依然无法否认人家确实老实是给你做腰转了。那手臂部分的这个可动忘讲了，手臂部分旋转没问题啊，这个关节还挺紧的，但是这个平台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非常松了。然后肩膀上这个零件是一个软胶啊，是一个软胶做的，这个像那种 RPG 火箭筒弹头一样的东西，扣了一大臂。然后这个手肘曲肘是超过90度，甚至180度的这个曲肘很舒服，平转没问题。小臂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弹链的细节刻画，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探长这个手臂上全鼓了这个子弹的这个设计，太棒了，很帅，很有那种比狂派还像那种军事狂人那种效果，好吧。手腕呢可以旋转没问题，但是这个小儿麻痹手实在是过于丑陋了啊，过于丑了。下半身腰转讲过了，前踢只能踢到这里，这个玩具下盘的可动不太好。后踢被这个造型件给狠狠的卡住了，而且玩的时候偶尔这个腰还会往下掉，侧踢的幅度只能说还能踢一点点。大胖子说是电影里面他是不是说自己是一个会跳舞的胖子来的？然后这个大腿的平转都有，屈膝也有，但是因为造型的原因啊，这个车壳在这里卡着呢，所以这小子屈膝是真屈不了多少。脚部甚至有向内的接地。在说脚的时候啊，值得一提，兄弟们，这个轮子是一个很那个啥的设计，就是它在变成轮胎的时候，就是翻到侧边来当轮胎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卡扣是会挪开的，让这个车轮可以自行的去旋转，然后在变形到位的时候，它又转不了了，就是这边的这个齿轮，塑料齿轮就咬住了，让它可以做一个很稳当的这个站立，让它拥有一个很稳当的站立性。所以这个玩具身上真的就是一大堆小巧思，
而且设计的还特别认真，可以说是我心目中变形金刚5这条产品线最优秀的产品。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款变五探长的话，不妨在 SS 出之前考虑50包邮或者更便宜去捡一个，哪怕捡到厂货也无所谓。这是我的原话，兄弟。与其去是吧，不想买太贵的 MB， 那与其去费尽心思收一个可能高价去收一个正版，那还不如说干脆就20-30块钱买一个厂货 KO 算了，反正只要别买到黑曼巴的就行。是这样，是这个道理。毕竟谁也不知道官方到后面变五会不会再做出山田金刚那种重量级，你说是吧？骑士柱啊，毕竟谁也不知道变形金刚5会不会把探长做成骑士柱这种重量级嘉宾。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